美国智库研究如何在台海战争中击败中国海军，它的推演结果到底如何呢？真的有点尴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对于想通过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美军来说，如何直面解放军越来越强大的海军，就是个大难题。为此，美国米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的罗伯特·哈迪克公开了美军的推演结果。美军的损失让很多专家陷入了绝望。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兵棋推演，如果美国试图主要依靠关岛以西的军事力量来作战，美国的损失将是严重的。由于付出的成本太高，美国社会根本就无法承受。罗伯特认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美国最好的策略是将其轰炸机力量集中打击中国海军和其他海上资产。如果中国的海上力量遭到破坏，就不能夺取台湾。通过将中国的海上资产作为美国轰炸机部队的主要目标，然后呢对其进行相应的武装，那么华盛顿将有可能会处于有利地位。而中国的反干预部队结构是围绕中远程弹道导弹作战网络而建立的，该网络旨在引诱和摧毁航空母舰、打击群等高价值的美军部队。如果美军计划在中国军队的3000公里导弹交战区内部署越来越脆弱的军事资产，只会增强北京的各种应对手段的杀伤力。美国军事计划人员研究了如何破坏中国针对美军的杀伤链。中国正在发射新的分布式的成像及通讯卫星星座，以支持其中程、近程和远程导弹的作战网络。这些新的星座每一个都有数十个、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小型网络卫星组成，这将使双方都很难打破对手的杀伤链。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年度军事平衡数据库，中国空军和海军拥有超过200架轰炸机和大约1400架战斗机，这些力量在过去10年中几乎翻了一番，而且呢还在继续增长。假设中国空军每天起飞1/3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那么中国空中力量每天就可以发射大约1400枚精确的对陆攻击和反舰导弹，其中有数十枚会攻击远至关岛和第二岛链的固定基地和水面战舰。鉴于中国所拥有的这种强大的导弹力量，美国的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将被摧毁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的智库认为，美军对付中国军队最有效的武器可能是轰炸机部队，即使只有141架飞机，也能对中国海军和中国的整体海上作战体系构成威胁。到2030年，中国的海上力量将超过800艘舰艇，包括军舰、准军用海岸警卫队和大型的海上民兵舰。随着大型商业货轮的加入，中国海军在台海使用的海上力量将会超过1000艘水面舰艇。所以，美国只需要用轰炸机在中国军队无法触及的区域发射导弹，来打击中国的海上资产，那么就可以避免让美军的大部分作战力量被覆盖在中国军队的火力之下。如果美国的轰炸机部队每天起飞1/3的飞机，可以向固定和移动的海上目标发射大约800枚远程导弹，而一旦这些防区外的导弹和库存被耗尽，那么非隐身的 B-52H 和 B-1B 轰炸机继续在第一岛链以西活动，那就太危险了。但美军的隐身轰炸机可以继续使用短程弹药，包括 B-2A 和 B-21。到2026年，美军将拥有每天出动10架隐身轰炸机对中国进行攻击的能力，对中国的海上目标发射超过300枚的精确制导武器。这就是米歇尔研究所的武力干涉台海的计划。不过，美军到2026年总共才拥有149枚远程反舰导弹和7000枚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这也意味着美军干涉台海事务或者介入台海战争面临着后续无力的情况。
所以到目前为止，美军可能还缺少一种既便宜、量又大的防空区外的攻击弹药，而这种武器将成为美军干涉台海事务的关键。米切尔研究所是一个航空研究所，感觉他们这次的模拟推演就是为了推销自己的武器研究项目。但这样的战术对中国海军有没有威胁呢？当然有，但是不要忘了，美军的轰炸机存在着护航问题。那么因此，他们对中国大陆目标的攻击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而中国目前装备有世界上作战半径最大的隐身战斗机歼20，未来还有自己的远洋航母战斗群，完全有能力在台海东部建立起上千公里的战略防御纵深，从而实现对美军战略轰炸机的有效拦截。美军的这套战法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获取制空权。既然美军的航母无法进入距离中国大陆3000公里的范围内，那么这些部署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上的远程轰炸机，其存活概率又有多高呢？当然，我们仍然要想办法防御隐身战略轰炸机的威胁，要打造自己的隐身战略轰炸机机队和隐身战斗机的拦截机队，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实现两岸的统一。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